29日是世界心脏病日。每年全球有超过2000万人死于心血管疾病，是全球也是全新加坡的头号致命杀手。是，那今天呢，我会聚焦于冠心病，因为是本地非常常见的心脏病之一。冠心病怎么发生？发作前会有什么征兆？是否可以从饮食上着手预防呢？那中医对于冠心病有什么看法？有怎么样的保健食疗可以分享呢？有哪些治疗方式呢？全都在这一集的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李腾啊，怎么样？你每年都有做体检吗？哇，我跟你说，年过40开始就会担心这个怕那个所以现在都有在做 check up 啦好孩子，就不知道我们今天来的这些嘉宾们呢，是不是也跟你一样是好孩子呢 ？OK， 问问他们就知道了哈。马上欢迎心脏专科谢思礼医生，欢迎，还有陈泰明以及意大利郑丽芬，欢迎，欢迎3位，来，医生请坐哈，请坐。那其实刚才我们聊到这个身体检查。我蛮好奇的，我们2位嘉宾有没有在做身体检查？有啊，每年我都会做一个完整的血液体检。额外我在家里我自己做体检，高血压的测量器。OK， 那意大利呢？每天我也会测自己的血压。对，这个是最基本的检查。没错。那对于预防冠心病一般会推荐做哪一些检查呢？第一，我们要确定我们的体重还好，因为刚才讲你体重重，风险就来得比较高。是。第二呢，就比如说我们到了30、40岁呢，至少1年检查一下血压，而且你要检查一下你的胆固醇。如果胆固醇，比如说40岁正常的话，那可能每3年也要确定一下。当然很重要，就是确定没有糖尿病。更重要就是如果说你有家族历史近亲都有糖尿病，或者身体比较肥胖有高血压，那可能甚至30岁以前你都要检查确定没有糖尿病。OK， 这个冠心病也是一种心脏病，它是属于哪一种怎么样的一种心脏病啊？心脏有很多种问题，对吗？是，可能心律失常心脏衰竭、心脏瓣膜病，或大家都了解的都是冠心病。所以俗称的心脏病爆发，其实就是冠心病血管里面完全阻塞。那比例占多少？说到冠心病呢，它就占了80%哇，高，就所谓的猝死的猝死或者心脏病爆发导致丢性命的，就是冠心病。为什么冠心病的比率会那么高？血管一堵住的话，它的后果是什么呢？心脏停止、心脏衰竭。其他的呢，你比如说心律失常比如心脏衰竭，你可能有很多症状，不过可能还没有直接的生命危险。冠心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然后它有些怎么样的症状呢？冠心病我们先了解是冠状动脉，冠状动脉就是在我们心脏表面上的血管，通过这血管到我们心脏的肌肉，供应氧气以及营养。比如说你可以看到这里的图片呢，健康的血管是完全通畅的，好像一个大卡车都开得过去。对，如果开始有一点斑块的话，剩下一个普通的车了。如果你越多斑块，就交通阻塞了，可能一个电单车才跑得过去。如果再严重的话，可能什么东西都通不过去。如果血流不能过去呢，心脏肌肉没有氧气的话，你就开始出问题了。对。那在什么情况下会导致你所说的阻塞呢？首先，我们先有这些斑块，这些斑块当然讲有很多导致斑块的危险因素，比如说吸烟高血压、胆固醇高，还有糖尿病、肥胖、年纪的问题，你的血管就开始发炎。发炎了以后，我们身体的白血球就把这些胆固醇脂肪渗入这个血管的内壁，慢慢逐渐就形成斑块。这个斑块可能随着年纪或者几年的时间开始累积奠基在血管里面。不过当然，如果这个斑块有不稳定的话，突然间破裂，就好像一个火山爆发的时候呢，可能就会有一个血栓形成，顶住那个缩小的部分。对，血流完全不能通的话，就是我们所说的心脏病爆发了，就这种突发性。那这些斑块可以通过饮食来消除吗？很不幸，当它斑块形成的时候，它并不能消除。不过我们可以通过饮食、生活方式、药物让它维持住。只要你稳定，而且症状不太严重的话，其实长期用保守的治疗还是可以的。刚刚医生有提到胆固醇嘛，也就是说，高胆固醇的患者就有很高的风险患上这个冠心病，对吗？对，确实。通常我们也了解，如果你胆固醇高的话呢，你会有心梗、心脏病爆发风险可能增加1倍。哇，1倍嘞！哇，其实我们身体的胆固醇75%是由身体制造、我们肝制造的。
而我们饮食呢，可以影响到大约20%到25%。所以如果你真的很努力的去控制你的饮食的，你可能把你的胆固醇降低10%，顶多20%。OK。不过凡是比如说有冠心病或者有心梗的病人呢，我们要把胆固醇减低50%的话呢，那就确实是要用药物才可以控制的。 OK，但是饮食也能够影响到10%到25%。对。OK。那我听说有一种植物固醇的物质可以帮忙降低胆固醇，是真的吗？对，当然讲植物胆固醇，就你有说植物固醇呢，其实它跟动物所吃的这种胆固醇有一点相似，所以当你吃的时候呢，它就在我们的肠胃有一点竞争，所以你可能吸收植物的固醇，你就不吸收这胆固醇。所以当你用这种植物固醇的时候，你确实是可以把你的胆固醇降低大约8%到10%。所以植物里面就有植物固醇了，对，就多吃菜啊，多吃就可以了。对，很多的菜。哦多的菜，OK。那现在其实很多食物都有注明，它是有植物固醇，比如说像是牛奶啊、燕麦啊、乳制品等等。那还有什么其他可改变的风险因素吗？当然，导致冠心病最大的风险，第一还是吸烟。最直接就是说不要吸烟。吸烟本身可以导致心脏病爆发的风险高到4到8倍。听说是因为吸烟会让那个血越来越 thick 啊。因为第一，你吸烟的时候，其实氧气比较低，所以往往我们看这些凡是有吸烟的病人呢，他的红血球都会来得比较高，因为你的身体一直在感觉好像在缺氧嘛。你在吸烟嘛，你没有吸到氧气。第二就是糖尿病，糖尿病也会增加我们会心梗的风险，大约2到3倍。第三呢，就是高血压。那不可以改变的风险因素有哪一些呢？当然，其实冠心病这种是一种年纪的问题，我们血管老化，所以我年纪更大，风险就更大。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是基因的问题。所以当然讲，如果你的兄弟姐妹或者父母亲40、50岁之前都有冠心病，那你自己也要注意一下。很多时候是一个家族他们的生活习惯导致的哈。所以想请问谢医生啊，冠状动脉阻塞到底有怎么样的一些症状呢？最典型的症状其实就是胸口痛、心绞痛。对，如果要形容的话，有些人就说好像是有一个大象压在身体啊，完全没有办法呼吸，或者闷这样很闷或者紧绷的感觉。而且这个疼痛有时候不止在胸部，也可能在下巴、额部，或者影射到我们的左手或者双手。这些是比较典型的。如果说到年长的患者或者有些女性，她们的症状比较不典型，可能她们的疼痛并不在胸部，可能是在腹部啊，或者下巴或者其他的部位，所以往往她们没有觉察到，所以她们诊断也比较迟。那在怎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应该马上入院的？如果你有这种典型的症状，或者你感觉不舒服啊、疼痛，而且休息一阵子症状还是完全不能缓解的话，我还是推荐你去看医生或者到急诊部。不过有些时候像我们连续工作好几天，会气短，对，这个也算吗？累啊，很累这样。当然讲1次2次，有时候你注意还好，或者如果你说即使我睡眠好了，过后还是不大对，那还是要确定一下。是不是说有3高的人就不应该太操劳呢？他们的风险会来得比较高，不是说不能工作，大家都要工作嘛，大家都要运动嘛。不过首先你要先确定自己安全，比如说心脏血管都通畅的话，心脏功能好，即使你有3高，也应该去活动，也应该去运动啊。最终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大家都躲在家里，当然我们要大家健康的去生活。是。那如果被人气到极点的时候啊，会不会诱发到那冠心病爆发呢？是有这个可能性。当你被气到的，或者特别伤心啊，或者情绪很激动的时候呢，都比较容易引发冠心病。听说冠心病有分稳定和非稳定，对吗？对呀，那就是说我们的血管，如果你有一个斑块就顶住了70%，就是说你休息状况的时候你并没有问题，不过你运动啊、走路啊、乏力的时候，你的血流不通的话，你就开始有症状，或这种症状你一休息了它又好了，所以这种就属于稳定性的。而不稳定的时候呢，就可能那斑块有一点破裂，或者影响到可能90%的堵住。你做一点事情，它就开始不舒服。即使你休息的时候，那症状还是隐隐作痛，一直完全不会缓解。那时候心脏病爆发、急性心梗的风险就来得很高。所以如果你有比较不稳定的这种心绞痛呢，那还是赶紧去看医生，或者甚至去急诊部。所以观众朋友们，如果你们有以上的风险因素的话，就要多多留意自己呢身体出现的一些征兆了哦。没错哈，那接下来我们要向中医了解他们的食疗方，来一起来看看。
师，欢迎。好。 OK，今天带来什么样的茶饮呢？今天带来的是山楂茶，所以你这个茶是用了什么材料啊？丹参10克，干的山楂片就用5克，然后绿茶就用3克。做法基本上我们就将丹参跟山楂片洗干净，放进锅里面，加入500毫升的水，大火煮滚。之后呢，煎煮15分钟，就将绿茶放入，加盖焖上10到15分钟。 然后去渣，就可以把它当成茶来喝。它有活血化瘀的作用， OK 还有强心利尿、降压降脂的功用。它很适合气滞血瘀型的患者，是是临床最常见的一个症型。常见的症状有心胸刺痛、有气短、心烦不安、舌紫暗跟有瘀点。这道茶有谁是不适合喝的？因为它有活血化瘀的作用，所以孕妇就不适合喝。哦然后脾胃虚弱的、胃酸过多的、消化性溃疡者都不适合饮用这道茶。那还有什么饮食建议吗？就是要避免一些生冷、冰冻的食物。也啊是 No ice cream。 No Yes, ice please, no water。 ice cream. 呀， No 不要 ice kacang No，不要，因为这些食物跟寒冷天气都是属于寒邪，所以它很容易损伤人体的阳气，而诱发这个冠心病。哦，所以我们讲寒邪，它本身有凝结跟收引的一个特性，对，所以它容易导致血管收缩，对血管一收缩就容易引发胸痛，哎呦，哦，也容易造成血液凝结而阻塞这个血管。当然我也听说过啊，风扇也好啦，冷气也好，不可以直吹，直吹哦也是同样的道理吗？因为你这样直吹的话，它会造成风寒湿邪，直接从我们的皮肤跟我们的毛孔进入体内，可以诱发冠心病。冠心病在冬天的时候发病的比较多，这是因为血管它一到冷它就会收缩，然后血流就会放慢，就会引发这个心梗。哎，那像新加坡，我们常常晚上睡觉开冷气开太冷。如果你冷气开得太冷，就好像一个人造的冬天，所以寒凝心脉型的患者就会诱发跟加重他的病情。我们家里的冷气最好就是开25到28度左右。哇，28哦，28不是冷气哦。那开风扇最好了。风扇的话，你就打向天花板，不要打向自己。好了，我们现在先稍作休息了。对。回来呢，将会有患者跟我们分享他的心路历程。好，我们一会儿见。好的，欢迎回到医疗大小事节目现场哦。那这时候我们请来了庆福哦，来跟我们分享他的一些故事哈。是庆福，听说啊，你今年1月的时候就心脏病爆发，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当时啊，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呢？对1月初的时候，我开始胸口有点闷痛、刺痛的感觉，但前面的1、2天我倒不以为是啦，但是它连续了第3天也来痛，到第4天我就觉得不太对劲了。我想会不会这么巧血管被阻塞了？因为听了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经验，就叫你赶快去看个医生。那其实我以前有这个经验，这是我的第2次了。OK，我当然很害怕，我就当机立断的自己走进哈森德。来检查之后，医生当然第1天他是检查心跳，他说有一点不规律，就一定要我留意。那第2天就做了一个叫 angiogram 的，不得了了，居然有3条大的被阻塞，80多%啊，哎呦，90都有，再加上2条小的都70多。当时那医生就告诉我说，Mr. 兄，你应该不可以做 balloon 的，因为塞得蛮多的。OK，他说最好是做绕道手术。不过我想问一下哈，到底什么是 angiogram？ angiogram 其实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血管造影，通过一个小小的管子，对，那才2毫米的导管，对，通常就通过我们的绕动脉手这里，或者从腹股沟这里沿着血管到我们心脏外面，哇，然后就在心脏外面置入一些造影剂，我们就用 X 光影片直接拍照，看血管有没有阻塞，就好像录电影一样，你就可以血管看得清清楚楚。所以这个还是确定血管阻塞检查的金标准。庆福，你说你之前有做过 balloon 吗？还是？对，20年前我就其实已经中了血管阻塞，塞了2条，然后那个时候只做 balloon。所以 balloon 跟那个 bypass 分别在哪里？有什么不同？balloon 的意思就是说你在血管里面有阻塞的地方，你把它撑开。比如说这个血管呢，你可以看到这一部分有堵住，对，就血流并不能通过去。所以要怎么把它弄通呢？我们就在那个地方，我们直接用一个带着支架的球囊引入阻塞的地方，然后同时把球囊扩张，支架就顶住那个斑块，把它推到旁边。过后你就把这个球囊拿开，
你留在里面的就是一个支架，那支架就好像把它撑住，让血流可以很通畅的流过去。哎，我想问这个支架有没有一个有效期，可以耐多久？其实支架一植入了就永久性的，你并没有什么有效期。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bypass 对吗？bypass 的意思就是说，外科医生他就找另外一条血管，你有时候从内乳动脉，或者手的绕动脉，或者脚的静脉，对，你就接在上面的主动脉，它接到阻塞的地方的下流，就把血从别的地方引到血管的下流，所以它就可以跑到心脏肌肉。如果只要有血流供应的话呢，那心脏就可以恢复正常，对，可以操作。庆福啊，这20年里面呢，从 ballooning 到这个 bypass， 你到底做了一些什么？好像说你没有做避免啊一些措施。很守秩序的吃药了，吃了差不多10年了。减重当然我还做跑步运动。有做瑜伽，偶尔又去玩万军。还没有中血管阻塞之前，我90 kg，中了之后就很乖了，就运动啊。到了50岁，我已经80 kg， 以为应该没事的吧？对。我后面这几年就没有怎么吃了，所有的药都没有吃了，差不多也慢慢越来越少了。你是有问过医生吗？还是你自己决定？我没有问过医生，自己变医生啊，自己变医生哎，很危险。除了当时你没有认真的去吃这个降胆固醇的药之外，你还做了一些什么让你后悔的事吗？其实说起来惭愧，我觉得我的饮食的健康意识以前很差，我3餐都是有肉的，都是有那种油脂的东西，就比如说早餐我们吃虾面啦、拉沙啦、有卤面啦，午餐我也是这样子吃，人家是2菜一肉，我是2肉1菜。是，你都做过一次 balloon 了。而且也知道自己的胆固醇过高，为什么你不怕？你不担心的？当然是会怕啦，但是因为我又想到说，哎，我有运动啊，然后又有吃药啊，对，像我吃的这些油腻的东西进来的会排出去掉，那结果其实是错的。我们除了运动，饮食健康其实也非常重要，尤其是我们到了中年，更加要注意饮食，更要忌口哈。那你现在的3餐你吃什么？早餐就面包啦、鸡蛋啦、麦片啦、咖啡乌果松，就尽量少盐、少盐、少糖就对了啦。以前喜欢吃的米波子，就把它换成果条汤咯，或者有时候鱼粥啦。所以想要请问医师啊，像他做了这样的一个绕道手术，必须要注意怎么样调理吗？中医的调理是以改善脏腑功能为主，所以主要就来缓解它的一些症状。所以我们有活血化瘀的中药，就好像桃仁、红花；有这个疏肝理气的中药，就好像柴胡、枳壳；然后通阳化痰的中药就有瓜蒌、雪白等等。多数冠心病的患者都会服用降胆固醇的药、血毛的药。对，所以在采用任何中药之前呢，最好就是通过中医有系统的一个辨证，找出它发病的病因在哪里，然后采取相对应的中药，才会有效。就千万不要自己乱用药。对，这个很重要，尤其是活血化瘀药。是。同时，针灸方面，它可以疏通经络、调和气血，针灸来改善心绞痛的症状。那还有呢？雷火灸就是用艾条燃烧产生的热量，即红外辐射，起到这个温经通络、驱寒除湿的作用，提高患者的心脏功能，以及改善胸痛症状和发作的频率和时间。点火给他烧，你可以用这样熏，就好像他动了手术，他可以熏他的那个手术的部位，就是促进它的这个血液的循环。哇，除此之外，有没有一个什么穴位可以让我们在家里呢，可以自己按一按、揉一揉？可以啊，我们可以按揉我们的劳宫穴。这个是第1、第2、第3，所以这个是第2掌骨跟第3掌骨之间。如果你中指这样屈的话，它的指尖处就是它的穴位。指尖处就是按揉方式，先将你的，我们讲这个是拇指，拇指的指缝在这边，指缝你就放在这个穴位上面，就先揉，后按。怎么样？意大利什么感觉？挺舒服的有一点酸酸的感觉。对，按揉的时候当然是由轻到重，然后使到这个穴位感觉到酸麻胀痛的情况。这个主要是可以缓解心绞痛、心悸的症状。白天按还是晚上按？所以我们是建议说每天的7点到9点时间，7点到9点刚好是手厥阴心包经最旺盛的时期。晚上啊？对，晚上。不过
对于这个冠心病，还是要问一下医生，一般上的治疗方式是怎么样？最基本，每个病人都应该吃药。更严重的话，当然讲你就考虑支架，考虑做绕道手术。或当然讲，有些病人真的心脏已经影响到很严重，而且心跳没有力了，甚至还要考虑换心，或者用一个人工的心脏来代替心脏的功能。人工的心脏是用什么做的？其实是左心室辅助装置，这种就是说那个心脏衰竭很差的，而且你一走动啊就喘，就完全没有力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放一个心脏泵就植入体内，它就从我们的左心室抽出这血，然后再把血引入你的主动脉，所以它就好像在里面一个 pump 一样，它帮你的心脏跳动，那你的身体啊，你的器官就会有足够的血流。这个是走 battery 的，走电池对，的。是走电池的。我好奇这个电池可以耐多久？你的电池其实就好像你的手机一样，每天都要充电的。这样充电。对，它那有一个导线，它导线排在你的体外，其实就好像一个保鲜，你可以插上引接的，可以 charge 的。病人都需要带一个电池。问题是你不可能24小时带着这个啊，如果你要冲凉啊，还是要什么？很不幸的，这些病患者他们真的是24小时需要带的。所以因为你不带，你心脏就停止了。哎，那你刚才提到换心哦，是很常见的吗？对，在有些国家挺多，不过新加坡是挺少见的。每年的例子顶多1到5。确实是有很多病人，他们已经心脏衰竭，他们比如在移植的 waiting list 在等。如果等不到的时候，有些病人就植入这个仪器啊，所以因为你不植入这个仪器，你心脏就停止。没错没错。那最后我想问一下医生，有没有想要透过我们这个节目传达一些什么讯息？最重要就是了解自己的心脏，你了解冠心病的风险。吃得好，睡得好，多做运动，注意你的体重，而且定时去做身体健康的筛查，那我们就可以保持健康，跟家人享受健康的一生。是的，谢谢，在这边也要谢谢庆福跟我们的分享，谢谢，谢谢，也要谢谢谢医生还有林医师对我们今天的话题做出了这么详细的解释。谢谢两位，当然还有我们2位嘉宾泰明哥、意大利，谢谢，谢谢大家。下个星期请跟我们一起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拜拜。